这是火箭在中国最疯狂的举动。当母球意外吃到带脚以后，依然能神奇的叫到红球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现场解说居然大言不惭的说：“这个不能再打，这是忘词。这个打进怎么办？您自杀呀！因为此时火箭落后33，而台面最高只有35，而且如此小的角度，母球还必须绕台链接粉黑，哪有正常人会做这种傻事？但偏偏火箭就是来炸街的。哇，真的打！装南装北一图解，打听谁是爹？或许普通人眼中的走位极限，只不过是火箭的基本操作。然而这一局的炸裂程度，仅才算刚刚开始。这是6年前的上海大师赛，领先60分的罗伯留出了一个非常舒服的炸球角度，只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就能超分的他，却迎来了最悲催的厄运。恶心！明明就是视觉效果拉满的一局，偏偏只有一颗红球可以单下，而且还是一个超大角度的中弹。抢6的比赛本就已经连输2局，眼看就要追回一局的大好形势，瞬间就把萝卜推向了无底深渊。比5分破要合理一点。还真的就打不进。可怜的澳洲火炮，老天爷怎么舍不得给你一点运气？落后63分的火箭死死地盯着台面，因为仅剩一颗可以单下的红球，虽然难度超大，他也依然决定将萝卜彻底按倒在休息区。手起刀落人抬腿，硬邦邦的准度完全不假动。眼前这个两鬓斑白的活老头，或许就是老天派下来，不断刷新我们对斯诺克认知的极限。推杆弹一库，要粉球左边这颗红球。落后55，台面最高还有57，现在不仅只有2分的弹性空间，而且半贴库的红球还有2颗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还有一颗在遥远的上半台。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一杆制胜的球形，反而彻底勾起了火老师的表演。这一棒要被 Run 打完的话，连 Run 才哭了啊！红球刚好来带一下红球，对，带完红球再做一颗6分，还是够。15。胜似闲庭信不尽，难题已经少一半，但是现在局面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选择粉球继续衔接，那剩余的2颗红球就必须全部为黑，才能惊险的超1分逆转。如果选择蓝球，那就意味着火箭准备和萝卜抢黑。上方的这颗怎么办？所以还是选择6分来打，有必要吗？刚才我们看过啊，有4分的空间，现在是用了2个6，好，打一个低杆拉回去。好球！越是关键时刻，火箭越是出奇的稳定，这让人羡慕的超级大心脏。他明明就是在行动上努力赢下比赛，但是心中却能做到忘记胜负，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也。活该火老师能是妥妥的历史第1人。然后他的落后41啊，这个顶到了，水的话还是叫到了。这个不能再打，这是忘词。对，这个打进怎么办？您自杀呀！观众往三进，打进拉杆2颗星做个6分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？只能是留在这里了。哇，真的打！不知道这位解说老师还有没有继续解说工作？感觉他被火箭啪啪打脸以后，内心其实是无比开心。拉杆2颗星来做个什么事儿？观众请保持安静。打不进自杀。推杆弹一口刚好找到，没有打进。哇，真的打进了！哇，我打完！哇，这就是火箭。原本最绅士安静的斯诺克，硬是被他完成了无比刺激的极限运动。尽管裁判多次维护现场秩序，台下球迷仍然压制不住亢奋的内心。他干得出来的，我也觉得他40几岁应该是想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干得出来的。大萝卜彻底心碎了。要知道，面对火老师，3比0和2比1可是天差地别的2种变化。但就在他准备彻底放弃挣扎的时候，剧情却迎来了一次惊天反转。别小，不会吧？粉球意外的流出了向上的角度，这杆绕台叫为黑球，是老天给萝卜最大的恩赐。打不进。火箭望着台面，久久不愿起身。没想到费尽心思做了一桌好菜，却要亲手送给对手饱餐一顿。本以为大萝卜气定神闲就要准备收下大礼，但是谁也没能猜到最后的结局，也没打进。很遗憾，澳洲火炮再次哑火。最终，火箭用一杆母球贴库的5分点，完美的拿下了这足以封神的一局。
哇，打了！哇！火老师两眼无神，彻底放弃了挣扎。赛点局落后71分的他，已经快被严炳涛折磨疯了。只要这颗红球打进，就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。这就太要命了！最关键的超分红球晃带而出，虽然并没有留下任何进攻机会，但是火老师的强项大家都知道的，只要不是一杆打死，不管你领先多少，都可能等于0。太疯狂了！火箭直接下杀招，看似漫不经心的一杆防守，已经把严炳涛按进了最深的墙角。首先母球已经贴库，想要低杆拉回来根本不可能。如果选择贴球，那势必会有漏球的风险。最后一条路就是推顶库防守，但是上半区还有2颗红球可以单下，看似给了严炳涛很多选择，实际上只有强拼一条绝路。还是太勉强了。这种被架在火上烤的滋味，谁是谁知道？不得不说，火老师真的厉害。这个反攻的机会是自己硬生生创造出来的。虽说严炳涛的魔攻连塞尔比都畏惧3分，但是火箭这个杀招确实让他稚嫩的像个孩子。上手的火箭也瞬间来了精神，落后70，台面最高还有75，拥有4分的容错空间。兄弟们觉得火箭还会让严炳涛起身吗？下半台的红球可以说是毫无压力，但是粉球和咖啡球都不在点位。本局唯一的难点就是上半台这几颗球的链接，确实还是有失误空间的。杆杆都是手摆位，红球也预留了向上的角度，因为还有4分的容错空间。最后2颗红球并不需要强行叫黑，一蓝一粉就足够超1分逆转。太丝滑了，火箭对于力度的控制真的会让人怀疑，他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控制器？火箭看了一眼计分器，最后这颗红球只要叫到篮球以上的分数就行。走了一个蓝粉双叫，此刻火老师的眼神坚毅无比，再也不是片头那个两眼无神的败相。这个男人真的太神奇了，只要他还能出杆，那就不管你领先多少分，只要他还在打球，世界第一是谁根本就没有意义。很多人都认为火箭最强大的是技术，其实更让人害怕的是他的大心脏。几乎所有跟他交手的球员都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失误，这种无法安静下来的状态，其实就是内心无法抹去的恐惧。斯诺克看上去好像不太难，实际上它的综合性绝对不比任何一项运动低。非常强力的4蹬，母球又是一个手摆位，火箭打球真的太有魔力，艺术感直接拉满。这就是火箭，上一秒还在准备买票回家，下一秒就把比赛带入决胜局。希金斯已经彻底疯了，3局的比赛反而道歉4分，而已经杀红眼的火箭根本不打算留一丝情面。哇，超远长台的传球，你有多久没见过这么玩命了？
这个传球神了。十架手出现，老张头快要哭了。曾经的753节，如今只有火箭一枝独秀。这是今天刚结束的比赛，2024沙特大师赛。现在也只有足够多的奖金，才能看到足够卖力的火箭。好球，手感实在是太热了。前3局火箭都是连续破百，这感觉就像猛龙过江，生怕土豪国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实力。这一身绝世武功一亮，也让所有球迷清晰的看到，49岁的火箭仍然是世界独一档，跟所有球员都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篮球留了向下的角度，这是准备保留上半区的红球，稍后走篮球如果有失误，还有一颗保险球接应。犯罪。低杆左塞一库，母球稍稍走的有点多，粉球会形成一个后丝路，但是对火箭来说应该问题不大，他的左手早已经饥渴了。犯罪。火箭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特，当今斯诺克最炙手可热的2号人物，而且这次小特也是火力全开，所以明天凌晨这场大小王之战注定会是一场视觉盛宴，兄弟们一定不要错过。36 37。红球堆左下还有一颗可以单叫，看看火箭要不要提前炸球堆。44 45。看了球堆最下方这颗，那就是继续单叫。火箭这抽丝剥茧的能力实在太迷人了。像沙特这种赛制，世界前6的球员只需打3场赢13局，就能拿到25万英镑，加上参赛就有部分的出场费。典型的干活少拿钱多，而且还有价值50万美金的金球奖，这绝对是火箭最喜欢的赛事，而他也会拿出足够的成绩来对得起这份奖金。61。打进粉球完成超分，曾经被火箭誉为一生劲敌的希金斯，如今只能生吞4个蛋蛋，2个加起来快100岁的老头。如果老张头能够不酗酒，大家觉得他还能跟火箭一战吗75 76。这杆 K 球失误了，要强拼一杆翻带吗82。比赛结束了，这是属于他的一场个人表演。恭喜火箭进入半决赛，记得关注小明，明天的比赛我们不见不散。